僅僅是因為女兒發燒哭鬧，打擾了酒鬼丈夫的休息，阿蘭和孩子就被丈夫無情地趕出了家门。儘管此時的她肚子裡還有一個未出生的寶宝，可狠心的丈夫還是将她的衣物全部扔到了门外。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，阿蘭只能无助地蹲在地上哭泣。她怎麼也想不明白，曾經對自己百依百順的男人，為什麼在短短1年內就變了心。一大早，阿蘭就坐在地上給孩子冲奶粉餵食，她自己還沒顧上吃早飯。丈夫起床後便徑直出門喝酒去了，一整天都没再露面了。孩子今天似乎有些不舒服，總是哭鬧，好像是發燒了。阿蘭十分擔心，想帶孩子去鎮上看醫生。正在這時，醉醺醺的丈夫終於回來了，一進門便不耐煩地吼道：都下午1點了，怎麼還沒做飯？阿蘭嚇得急忙解釋，孩子今天好像發燒了，我連早飯都還沒來得及吃呢。可她話還沒說完，丈夫便發起了火，叫你做飯就趕緊去做，哪來那麼多廢話？說着，他氣冲冲地坐到床上，又吼道：再不聽話就拿着東西趕緊滾！阿蘭忍不住低聲抱怨，孩子從早上就一直哭，摸着頭也有點熱，好像是發燒了，但丈夫根本不听，還嫌孩子哭聲吵得她煩躁，便一怒之下拽着阿蘭往門外拖。挺着個大肚子的女人，哪是這個男人的對手？阿蘭根本掙扎不動，就這樣被丈夫強行拖出了家門。丈夫回到屋裡，將阿蘭的幾件舊衣服和一張涼席一股腦的全部扔到门外，冷冷地撂下一句：帶着孩子趕緊滾，別再回來。阿蘭知道丈夫的暴脾氣，如果自己不馬上收拾走人，下一秒很可能就会遭到他的毒打。她强忍着眼淚，抱起孩子，一邊挺着肚子，一邊艱難地收拾東西。因天氣太熱，她出門前還戴上了一頂草帽，其餘的東西實在拿不了，只能捨棄了。就這樣，阿蘭帶着年幼的孩子，挺着個大肚子，孤零零地走在荒野的小路上。她一邊走一邊無助地流淚，心中茫然，不知何去何從。或許是背着孩子，提着行李太過疲憊，他發現前方有一塊空地，這裡陽光正好，地勢平坦，於是決定暫時在這裡歇一歇。他拿出隨身的柴刀，開始割地上的雜草，準備把涼席鋪在地上，好讓孩子休息。此時的阿蘭知道，他不能倒下，背上是不到1歲的孩子，肚子裡還有未出生的寶宝，他必須振作起來，因為他一旦認命低頭，等待他们的可能就是更殘酷的命運。陽光直直地打在他的背上，曬得他臉頰發燙，背後的孩子也因為太熱，不停地哼哼哭泣。他知道不能再拖了，孩子實在太累了，自己也快支撐不住了。他咬緊牙關，把雜草一把一把割掉。他一邊割草，一邊嘴裡還哄着孩子：孩子乖一點，娘馬上就讓你躺下歇歇。清理完一小塊地後，他已是滿頭大汗，可孩子不能直接躺在土地上，草太刺了，地也太硬了。他站起身，望了望周圍的山林，離着不遠的山坡上有幾棵郁郁蔥蔥的芭蕉樹，那大大的葉子綠油油的，是天然的遮蔽物。他頓時靈光一閃，決定去砍幾片芭蕉葉回來，給孩子鋪在地上。葉子並不難砍，只是他力氣實在有限。他用肩膀扛着這些大葉子，小心翼翼地走下山坡，回到那片空地時，把砍來的芭蕉葉小心地鋪在地上，又用破舊的涼席墊在上面，才把孩子輕輕抱起來放上去。他坐在一旁，終於鬆了口氣。那一刻，阿蘭的眼神有些呆滯，卻又藏着一股說不清的力量。他知道這樣的日子不知道還要過多久，但此刻的他不能倒下。他還有孩子，還有肚子裡那個尚未出世的小生命。他不是為自己活着，他是孩子的娘，是孩子此刻唯一能依靠的那堵牆。而此時的阿蘭又開始犯了難，自己已經1天沒有吃東西了，現在餓的是一點力氣都沒有了。
這一片地又是荒郊野外，連個人影都没有。阿蘭知道自己必須尽快想办法解決吃飯的問題，不然別說照顧孩子和肚子裡的寶寶了，他自己很快就會被活活餓倒在這荒郊野外。那麼阿蘭能順利找到能吃的東西嗎？我們下期再見。